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。贾先生29岁，来自辽宁工人；郭女士27岁，来自辽宁全职妈妈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这小片里面看到了，意见还挺大。你是觉得所有的责任都你一个人在扛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先生觉得没什么，是吧？对。什么责任都自己扛了呀？说。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生气，也感觉自己特别委屈吧，一气之下我就拉着他去了民政局。其实咱俩这中间是件误会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我已经穿好衣服了，因为天下雨，我在等你的电话，到楼下你给我打电话，马上就可以去接你。但是你没有打这个电话，你自己你就上楼了，你对我就一顿喊，那我也接受不了。那你为什么就不能主动给我打一个电话呢？为什么都是让我先给你打电话呢？我带着孩子还得打着伞，还得拿着东西，你有没有想过我多辛苦啊？不是，他这个去陪孩子看病的时候，他在干嘛呀？他去上班了那天。在班上。对。等于看完病他也下班了，是吧？对对。您是希望你们到家门口他就能下来接？对，因为那天先生认为说你们应该打一电话，然后后来去民政局，这婚离了吗？没离成。为啥呀？因为孩子也特别小，然后那个时候他好像就是知道什么似的，特别哭闹，然后工作人员也就是在中间调解了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回来了。这个每一个有新生儿的家庭大概都会面临这样的困难。本来就是我妈妈有时候也能过来帮我们一下，但是后来妈妈被他气走了，因为断奶嘛，然后肯定需要就是有人来帮忙嘛。然后第一天他还都挺好，第二天、第三天他有点不耐烦了，对我妈妈就是说了一些话吧，然后妈妈就回家了。我就感觉他有点太过于敏感了。那你说他妈妈悠孩子的时候，那时候已经凌晨3点多钟吧。然后因为他在客厅里悠着孩子，开着灯。我第二天还要上班，我休息不好，我就跟他妈说，我说你可不可以把灯关了悠啊？我就说了这些话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是没睡觉，我妈妈睡觉了吗？她不是给哄咱们的孩子吗？这一点你就是都不能理解一下吗？你妈妈不能来帮忙，我妈妈来帮忙，然后你又还不知道感恩。这不都很多年前的事儿了吗？我听起来这个就4、5年前的事儿了吗？但是还有很多事呢呀。孩子逐渐也长大了嘛，学会走路，走路之后越来越难带。有一次就是我在厨房做饭，然后就听见就是卧室嚎啕大哭了。当时就是我就跑到卧室，发现孩子就是额头已经磕了一个包。那个时候我也很心疼，然后他下班回来就开始指责我。其实我也没有指责你，那我可能说看见孩子脑袋磕了包，我心里很着急，就说话可能说有一些重，但是我把我的工资卡什么的都交给你，就想让你把这个家照顾好，把这孩子照顾好。其实吧，现在让我最崩溃的就是他对我的忽视，还有一种寂寞感，因为我当全职妈妈肯定就是没有什么社交圈嘛，也就是没有朋友什么的。记得有一次就是家里边有个楼下饭店开业吧，然后是集88个赞就可以免单，因为微信里边肯定会有一些好友嘛，也是100多个，然后我就是
奔着免单去的吧，然后就给挨个私发了一下消息，但最后集来的就20多个赞。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对自己特别失望，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情我都完成不了，就是感觉自己真的没有朋友生活了，是觉得与世隔绝了是吗？对对。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们我闺蜜群聊天，然后一个朋友说她刚升职加薪了，另一个又说她就是恭喜的同时又说她马上就出国发展了，另一个又说在哪开了什么什么小店。当时我什么都我都没说话，因为我感觉他们的人生都太精彩了，我根本就是我也插不上什么话。那天下午正好在给就是家里冰箱除冰嘛，在做家务，然后后来因为孩子在午睡，孩子也醒了，然后他哭，那天下午我也跟着狠狠哭了一下午，就感觉我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。那时候孩子多大？也快上幼儿园了吧。你的朋友都有孩子吗？没有。对啊，也许他们看你带宝宝的时候，虽然宝宝脑袋上装一个包，他们背后也大哭呢，说看人家的生活多么精彩，有一个新的生命陪着他。但是就是从那次之后，因为我感觉我就是内心真的受到打击了。从那次之后，我就下定决心，我一定要出去工作，因为宝宝也逐渐大了嘛。然后我就是也找了一份工作，但是幼儿园都是5点放学，然后我是5点半下班，但是就是工作的时间和家庭的关系就是平衡不了吧。你为什么不能去交替接啊？因为我上班有时候需要加班，就是很晚很晚那种。行吧。因为别的小朋友都有爷爷奶奶去接，然后每次幼儿园都是剩我女儿一个人，老师也打过几次电话，就说只剩宝宝一个人了。然后我的女儿也跟我说过，说妈妈我不想做全班最后走的一个小朋友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把工作辞了，又恢复了全职妈妈。其实当全职妈妈不是很好吗？我在外面上班，你在家照顾家照顾孩子，我感觉是挺好的一件事。但是你上班挣钱，但是他每个月就是3000多不到4000块钱的工资，我还得想着打理家用，还有孩子的托费，就是每次出去逛街，我什么都不舍得给自己买，都是给他和孩子买。就是我看见自己喜欢的一件裙子都已经成了奢侈品，就是可望不可及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就是我都已经不舍得给我自己花钱了，然后他还不舍得给我花钱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有一次就是一个新电影上映了，然后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我说我想去看，然后他在下边就是评论了说有什么可看的呀，挺贵的。其实我感觉电影等下线之后，你在电视手机上都能看，你为什么要去电影院看？但是你知道吗，从咱们恋爱到结婚，一场正式的电影都没有看过。我就是想就是为啥？因为我感觉看电影呢就是浪费钱，因为他不舍得花钱嘛，只要跟他提钱的事儿，他就特别不耐烦。因为孩子逐渐大了嘛，也要上小学了，然后就是说给孩子报个识字班吧，他就是死活都不同意。你也不是文盲，那孩子有些东西你自己在家就可以教他呀。那每次我教育孩子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说的？你是不是说爸爸有多好，快到爸爸这儿来，妈妈有多坏？那小孩说的话你不能当真，那就随口一说嘛。是每次我说孩子，他都是哄孩子嘛，然后孩子就越来越难带了。然后有一次我教育孩子的时候，孩子就说：“妈妈，我恨你。”我没成想我女儿能说出那样的话，当时我就感觉整个天都塌了，因为毕竟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没成想他就是会那样，就是反驳我说我。那他的业余时间你会放假吧？有周末吧？周末基本上都是加班，就是放假的时候会很少。而且就是他就是闲下来的时间特别爱喝酒，隔三差五就出去喝酒。每次就是都把自己喝得烂醉，而且还是都要我去接他。现在我不是不去了吗？你现在是不去了，你在哪喝？你不在家喝吗？而且控制不住的吐，这边我刚收拾完，然后那边他就是给他挪在床上，他又吐在床上了。当时我就感觉真的我自己太辛苦了，他完全看不见我的辛苦。以前我是出去喝酒，但现在我不去了。我的生活也有压力，但是我也需要释放。我朋友喊我出去喝酒，我根本都不去了。我下班第一时间就去陪你。你说我喝点酒就为了释放压力，怎么了？是你释放压力，你压力大我也知道，但是现在干不了全职，我偶尔出去也是干了一些兼职嘛，一个月也能1000多块钱补贴家用。但是我感觉现在我们俩的世界都是不一样了，因为有一次吧，我下班回来吧，然后他就在家生闷气，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了，然后他说我就是你一个在家带孩子的女人，你懂什么呀？当时我就感觉我们俩的关系真不一样，不平等了，是他看不起我了。你说我
我有些事我能跟你说吗？你一个在家自己带孩子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跟你说了，你能帮我解决什么呢？我何不把这些压力都自己扛起来呢？那你不说，你怎么知道我解决不了啊？我解决不了，我也可以陪在你身边呢。婚前我们是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是2个人一起承担的？现在你什么事都不说，我跟他在一起，我不是说需要他挣多少钱，我也不怕吃苦，我就是需要我们俩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沟通一下。我已经默默的承受5年了，如果他态度还这样的话，我也不想再承受了。所以你想到的解决方式就是离开，是吧？也不是说想离开，因为他毕竟也有好的地方，我也不是说一昧的怎么办呢？就你这5年当中尝试过什么方式去改变吗？我也没尝试过什么方式去改变，因为我也没有人可以说这些事情。所以在你的生活日常里面，更多的就是发现问题，但是解决不了，对吧？对。我听起来其实主要的问题无外乎几点嘛。第一点是因为你全职，所以不被尊重，对吧？对。第二点，我想重新融入社会，但是我发现各种条件并不具备，我融入不进去，我会难，是吧？对。第三点是，丈夫其实更愿意把心里话跟别人说，比如说这别人有朋友、酒，而不愿意把心里话说给妻子。对，我说了，他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。谁说了一定要解决问题啊？那我可以陪在你身边呢。那你吐的时候谁给你收拾啊？我媳妇能解决问题不？能，完了嘛。第三个问题就是，其实跟丈夫的交流让你觉得没有办法，对吧？现在是不是挺崩溃的？因为我就感觉，连他都就是我们俩都不交流了，就是特别压抑吧。你有这感觉吗？我每天忙着上班，其实我也感觉不到他有什么压力，我也没有那种感觉。所以生活就是这样啊。其实像这样的日常，不仅仅是这一个家庭，可能还有一些家庭也是这样的。但是如果每一个家庭我们都把它往像妻子这样，特别苦难深重的去想，像丈夫这样从来不在生活里面去找一些乐趣，那这日子确实没法过。你们可以听听老师们帮你们概括总结一下，给你们一些方法，看看这样的日子应该怎么过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有一些全职妈妈最无助的地方呢，就是除了孩子，我一无所有。我想这就是现在你此刻的心情，对吗？对。你从上来就跟我们讲说，我一直是一个人在支撑，我支撑不下去了。更多的并不是那些照顾孩子的辛苦，做全职妈妈的辛劳，而是孤独。这种孤独从她选择独自待在家里的那一刻就开始了。她每天就是除了孩子一无所有，但是本该丈夫在她的身边。可是你不懂她，你不懂带孩子的辛劳。你如果懂，你不会凌晨3点的时候让你丈母娘把灯关了哄孩子。孩子在黑暗的时候有时候会哭得更厉害。你不懂，你不懂孩子为什么会把脑袋上磕一个包，因为没有人能控制得了，小朋友就是很调皮。你不用说我一眼没看到他磕一个包，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也会磕一个包，我够不着。所以你不懂。你说你的生活、你的工作，你没有办法跟他分享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给你解决。但这东西根本就不需要解决，这个过程就是你的倾诉和他的倾听，这就是夫妻之间最简单的交流，也是最必要的。我们真的讲完以后要一个答案吗？不，我们要这个讲的过程。我们甚至要讲完以后彼此乱说胡说啊，给一些乱七八糟的解决方法。这就是夫妻，是那个除了你自己以外跟你最亲近的人。可是你不给他，他每天就自己待在家里，他跟谁说话？人是需要交流的，人是需要社群的，但是他没有，他朋友圈里一个人都没有，那20个赞都是给他点面子给他点的，他的社会属性现在几乎为0。那他在家里呢？家里也没有一个知冷知热的男人，所以他现在其实他很无奈。他虽然知道自己面对的问题，但他不知道该如何解决。
你是这个破冰的人，你要把他从困顿当中拉出来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以后有什么事儿都得跟媳妇儿说，沟通、交流。而对于女士来说，确实现在孩子5点钟下幼儿园，你觉得你不去接很难，但我跟你说，有一些工作就是可以提早下班的。你现在解决你所有困顿的唯一方法，就是重新回归社会。对，你明白对吧？明白就去解决。你们2个人其实是那种特别朴素的夫妻，而且我也很真诚的祝福你们一定会幸福的。可是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，要打开心扉，彼此相信，并且依赖。祝你们幸福。好，谢谢子妍老师。你太太说的都是小事情，但人生不就是由这些小事情先生、郭女士，你们好。我们的生活本身越来越过就会平淡如水。
生活啊，难免困顿，但最害怕的是这日子过得没劲。你们俩现在过得就挺没劲。妻子有些绝望，觉得现在的生活一成不变，看不到希望。真情60秒。其实我也反思了一下，我有些地方做的确实不对，可能对这个家疏于照顾了吧。我以后我会尽量抽出一些时间陪你和孩子，帮你多做一些家务，然后，下完这个节目我们就一起去看电影，好吗？婚前也是这样说的，然后现在你又这样说，谁知道你能不能做得到啊？我也不敢再相信了。我这次能做到。唉，其实看不看电影这件事儿并不重要，是不是要走市面上的形式主义不重要，看不看电影都不重要，心里要有这个家，你一定会有方式去爱它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开门。我就知道那是爱。有请我们的小花童。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，你是我的专属天使，为我难独占。没有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取代你在我心上，拥有